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则经历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这样讲好了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观众家里是住在坟墓的附近哈。那其实有一些人的家本来就离坟墓区很近。那假如说你住在坟墓附近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说你家附近的坟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传说啊，或是诡异的事情呢？今天这一则呢，其实这一家人他就住在坟墓附近。那他们住在坟墓附近的时候呢，原本是还好，但后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也开始出了一些问题。至于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再等我一下哈。那当然，在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有时间去订阅一下1233 Go 冲绳哈。那现在其实人数也一直上来，大概差不多已经200多。那为了鼓励大家哈，假如订阅到500，然后1000，只要到这整数，我就会去直播一次。所以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赶快去订阅吧！订阅了之后，灵异前线或者是我的亲民小站，你就可以看到更多东西哈。好，那至于他们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接下来就来介绍给大家了。这段灵异事件发生在我14到15岁时，大约是1998年。直到现在，我父母搬到了新社区后，我终于能鼓起勇气说出这个地方的故事。之前我一直不敢分享，因为心里总担心那个鬼魂会缠上我们的父母。毕竟他们以前住的地方离他的坟墓太近了。1998年，我们家已经在那栋带着超大前院的房子住了大约3年。那片大院子旁边就是一座墓园，是典型的爪哇穆斯林墓园。墓地里种满着鸡蛋花，即使白天走进去也让人毛骨悚然。之前我们从没遇过什么样的灵异事件。家里的奶奶其实是我小妹的保姆，不过我们都把她当成家人，我们叫她吧，爪哇语奶奶的意思。她曾经告诉我们，鬼魂或看不见的灵体会害怕小朋友、小孩。我那时是有3个年幼的弟妹，年龄大约6到10岁。据说小孩天生能看到灵体，对灵体来说，被小孩看到是种霉运。有一天，住的有点远的邻居家发生了命案，那家的女儿和丈夫吵架后被丈夫杀害了。因为她想离婚，但丈夫不同意。当她看到她打包行李准备回娘家时，怒不可遏，动了手。命案发生在泗水市，过程相当的骇人。女方的白衬衫全被鲜血染红了。娘家人把她接回老家后下葬，恰好就埋在我们家旁边的那座墓园里。葬礼后仅仅3天，诡异的事件开始了。有人说看见一名穿红色洋装的女人深夜站在通往墓园小巷口，身边带着许多行李。她常常拦深夜跑 O-Jack 印尼摩托车的计程车的车，如果司机停下载她，下一刻就会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到了墓园中央。我是个早起的人，作为家中的长女，总是起得很早，经常清晨看见有摩托车、计程车的骑士从墓园的小巷里骑了出来。我爸每次都会说，他又出来了。于是红衣女鬼的传闻很快在整个村子里传开了。一开始我并不太相信，觉得大概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毕竟谣言出现后，社区刑乐队就停了，窃盗案却开始频传。后来才知道，原来小偷利用女鬼传闻混淆视听。那时我正值初3，学校安排毕业旅行去日裸市。我家附近有3个同学也住在村里，我们约好结伴回家。
那天凌晨2点，老师开车送我们4个人回家。当车开到那条通往墓园的小巷时，车上5个人，包括老师，全都看见一名穿红洋装、带着大行李箱的女人站在路灯下。她举手示意拦车，我们4个学生一眼就认出那是红衣女鬼。当老师准备要停车时，我们立刻大喊不要！老师吓了一跳，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小声提醒同学，等会下车后跟老师解释，因为我先到家。不过后来得知，我的同学确实有告诉老师，但很可能老师根本不相信，或者出于好奇，还是决定去看看那个女的。结果隔天早上，整个村子沸腾了，因为有人发现一辆车停在墓园的中央，竟然是我们老师的车子，至今还是个谜。因为那条巷子极窄，而老师的车可是8人坐的大车。我问同学，他有没有跟老师说，对方发誓说有，所以我猜老师可能半信半疑，或真出于好奇心。之后，老师开始躲着我们。大约1个月后，我初中毕业了。红衣女鬼后来仍然偶尔出现，连我爸都碰过1、2次。他总说，只要他不打扰我们，别去招惹他，因为我家离他的坟墓那么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敢对外提起，把他当成一位我们不愿深交的邻居，知道他的存在，但选择不打扰。2个月前，妈妈退休后，爸妈才搬离那间老房子，现在他们远离那片墓园了。我终于可以放心的把这段经历给分享出来，让大家知道。介绍完这则经历，我必须说，其实还蛮有趣的。为什么？红衣女鬼对我们来说，或许会觉得很凶吧，因为以台湾的文化来讲，穿红衣啊等等之类的，用不好的方式离开了这世界，会变成厉鬼。那其实以道家的方式来讲是这个样子，但是印尼呢本身，你们有听到一个关键字，它是穆斯林嘛，所以他们信奉的是回教。那其实我问过老师啦，东南亚的好兄弟是不是很凶？老师也说对，很凶。那他说，因为穆斯林他是属于没有超度仪式的，所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凶。现在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女鬼到底是想要找她丈夫呢，还是想干嘛？为什么她一直要出来拦车呢？是她心有不甘呢，还是什么呢？其实印尼这个地方还蛮有趣的，像这几年其实大家有在看恐怖片的话，也会注意到说，印尼其实也出了很多恐怖片，那有一些其实还蛮好看的，因为它跟泰国还有一些东南亚的恐怖片算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那印尼啊，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探险看看的，因为真的感觉好像还不错。听他讲这些故事，像恐怖片，像我之前有听过一个主持人叫潘少聪，他有说过他在印尼真的有碰到一些事情，他也觉得印尼相当的凶哦。好了，不管怎么样，有机会再去看看。好，那今天的恐怖怪谈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为止。最后也要注意，也是要跟大家讲，去订阅一下1233够冲绳，拜托。好，那今天的怪谈到这边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